大哥，我去湖边看一下。要不要我陪你啊？喝你的茶。春风绵绵，拂一叶扁舟轻轻。雨打芭蕉，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深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。夜雨伴随烟舟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，须弥漫这里是军营重地，女子禁术，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你是谁？从哪儿来的？速速招来，莫让我动手！你先让我把衣服穿上再问，不行吗？还想跑？你是谁？快说！我是将军夫人。你说什么？好险，吓死我了！这难道是在做梦吗？不是在做梦。你是谁？快说！我是将军夫人。撤！撤！撤！
心。杜宾，脱去他的衣服，清理伤口，咱们准备拔剑了赌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脱衣服呀！哦，快！哦，用剪刀。 杜宾，好，麻沸散。哦，剪刀给我。还想跑？你是谁？快说！原来是他。哎呀！ 别捂着了，啊！起来，起来！你是新来的？之前怎么没见过你？我是医徒杜宾。就是沙平威经常跟我提起那个杜宾。正是。怎么长得像个姑娘？哦，将军，您伤还没好，快
快坐呀！快请坐。你把头抬起来，我看看。我是不是见过你啊？是吗？哦，是的。在哪儿？就是那天，您忘了？您得胜回营，我跟着营里的弟兄们去广场上欢迎您。那个时候您在马上，我在马下，您好像还跟我点头示意呢。啊，将军，您该喝药了。那个，将军，我看您还是需要静心休养。我师傅他等会儿就来，我还得回去熬药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杜宾，你先别着急走，过来坐一会儿。坐吧。将军，我就不做了。听你的口音，扬州人。是扬州人。扬州有个扬威武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扬威武馆嫁女儿的事，你听说过吗？那我没听说过。那个，哦，我家住在城东，那个扬威武馆离我家远着呢。这样，听评委说，你这次随师傅来军营行医，还想顺便找兄长。我兄长，他叫杜奎。我这支队伍当初招募的时候便在北方，大多招募的都是当地士兵，因为距离南方比较远，投军不易，所以鲜少有扬州那边的士兵。不过我会派人查查军籍，看看有没有扬州那边的士兵。哦，谢谢将军。杜宾，你是听谁说的要来荆州找你兄长？是这样的，将军。我兄长和我邻居家的几个哥哥一起北上投军，可是时隔几年都没有回来。这前几天，我邻居家的哥哥他们回来了，他们带来消息说，我哥哥他可能已经几经辗转来到荆州了。这不，所以我才会来到军营嘛。先生，将军，师傅，你来了。将军感觉如何？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只是这支箭头上有剧毒，想要彻底消除体内的毒气，还需要调养一段时间。将军，你这段时间一定要好生调养才是。好。杜宾，我调好的那10味草药，赶快去帮我晒干磨好。我现在就去。好。哎，等一下。你先回来。将军，这箭伤调养之事，容不得马虎。我看你这大帐之内，连个士兵都没有，不如这样，我把杜宾留下来照顾你，你看如何？好啊。
只是今后就要劳烦多兵小兄弟了。师傅，我那10味草药还没弄好呢，不如我明日再来吧。不用，你就照顾好将军就好了。啊，将军，告辞了。将军，将军，该喝药了。杜宾，我好像确实在哪儿见过你。将军，我不是说过吗？那天您得胜回营，您在马上，我在马下。不对，我该给您换药了。我帮您。与异族大战所伤，战了7天7夜，血流的直了。此伤看着深入3寸有余，都是旧伤。这是被昔日战友所出卖，没防得住背后的暗箭。将军为国为民，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实在令人敬佩。没想到你一个小小的药童，竟如此深明大义。我之前也读过几年书。哦，我该给您换药了。有些痛，您忍忍。师父再三叮嘱过，说箭疮难愈合，尤其是您这带毒的箭疮，就更难愈合了。将军，您还是赶紧上床歇息吧。好，我帮您把衣服穿上。
将军，我看您这儿也没个人收拾，我帮您收拾一下吧。好。廷尉，你刚才说将军已经去世过2任妻子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第一个夫人好像是难产而死，当时母子俩都没保下来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夫人好像是随将军一起远征西南边关，长途跋涉，突然中疾不治而亡。也不知道给舅舅倒水。我刚才没倒。我问你，袁将军那逃走的女子，袁将军就没有派人去追过吗？将军天天打仗那么忙，哪有功夫管这事儿啊？大哥说了，人家小女子不愿意就算了。评委，日后你要多向袁将军学习啊。我知道了，舅舅，都说了800遍了。啊，强身健体的，好好补补你自己的身子。谢舅舅。一天到晚傻兮兮的。我才不傻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俩人，不对，这瞧着是个女的呀。杜宾，杜宾，这杜冰燕是假的，但新娘子却是真的。这不就是杜冰燕少了一个字吗？哎呀！将军，该用膳了。这么多好吃的。将军，你中了箭毒，有些发物不可乱吃。我呀，特地选了一些温补的食材。快来尝尝。差点忘了，你的伤还没好，还是我喂你吧。不用。啊？我堂堂将军，怎可如此？虽说你是将军，那也是我杜宾的病患，在战场上听将军的，在这病榻前，那可得听我杜宾的。还是我来喂你吧。味道如何？我征战沙场多年，少有热汤热食，能喝上口热的真好。那就多来几口。小乔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三少爷送药啊。
哎，等一下啊，少奶奶，小巧姐来给三少爷送药啦。三少奶奶，这药已经熬好了，得让三少爷亲口喝下去，老太君才能安心呢。他已经歇着了，交给我吧。你去歇着吧。小巧姐，三少爷他已经睡下了，而且三少爷身体不好，我替他谢谢你了。你快回去吧，明天还得早起呢，快回吧啊！他们就是天天喝这药，才命进黄泉的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养这些小白鼠了。记得一日一剂。来，杜比。跟我来。下一个。谢谢。恢复的差不多了。杜宾，再给他拿一些乙种药丸。好。乙种。哎，杜宾，忙着呢。多谢。你来干什么呀？舅舅，你再给我开一个上次的药丸吧。哦，杜宾，帮他去拿一颗乙种药丸。哎，杜宾，这个药可好了，要不舅舅你给杜宾也开一点？你是不是闲着没事儿啊？要不要我让将军给你多加点训练？哎，别加了，别加了。喏，谢谢你啊。快走吧。杜宾，来坐。哦，为师帮你也好好卖。我右手。师傅，我这……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一会儿我给你下个药方，你回去无人的时候再看。一两柴胡去林州，4文冰片到边城。淑女乔装入军营，主将帐内巧应承。严酷军规莫忘记，大义丧命万不能。如须为师来相助，明日见面续详情。杜宾，
师傅。为师帮你开的药，不难吃吧？不难吃。师傅，我悬壶济世救过许多人，杜斌，就你这点小病，师傅保证帮你治好。敌人此次以骑兵为主，妄图依己之长，攻我之短。咱们的弓箭手和长枪兵都已经准备就绪了，敌人应该不敢强攻。我们要分成几步，四处游动，或趋前击敌，或佯败诱敌，诱导敌人进入我们的包围。但敌军如果强攻怎么办？那咱们就跟他们硬打。是啊，强攻怎么办？是啊。躺不下来。还有吗？将军，杜宾虽未上阵杀过敌，但也读过几本兵书，也有遗迹想要献上，不知可否？当然，请说。我与师父在军营行医之时，发现敌军长期为我军所扰，又远离后方给养不足，因而人马皆乏，常显疲惫之状。我刚刚登楼望敌之时，发现仍有此迹象。有何依据？近日，我都是在敌军生火做饭之时登楼观察，我发现军营中的士兵皆是以大铁锅做饭。我以我们军营的现状为依据，推算出大约是30个士兵共用1口锅1个灶。此法便于行军打仗，30个人为一边，想来敌军也是这样想的。而且杜宾发现，近日敌军生火做饭的数量明显有减少。你怎么知道？金城干燥，若想生火做饭，需要用到一种特殊的枯枝，而这种枯枝虽然容易燃烧，但也极易产生浓烟。近日我发现敌军浓烟的数量明显减少，如果有此种情况，只有一种可能：粮草不足。将军也推算出来了。观察入微，心思缜密，做得好。那针对此番军情，你有什么计策吗？我想，既然敌军的士兵都没得吃，那他们的马匹定然也是饿着肚子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妨把我军刚刚煮好的黑豆发给最前排的每一位士兵，当敌军策马而来之时，将黑豆倒洒于地上。不是，杜宾，敌军马上就要攻进城了，你还要把人家喂饱，这是什么馊主意？你继续说。我想，那黑豆香气扑鼻，那些马匹本来就饿着肚子，他们闻到黑豆的香味，定然会四处散开，也不会再听敌军的指挥了。我们便可趁此时机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听令，在！按照杜宾说的，去准备。遵命。我想起来了，是在荆州的大街上，有一个书生，他要来投军，他不对，那个书生好像比他要高一点，岁数也要大几岁。将军，杜宾是和我一起来的边城，我敢肯定地说，在这之前，你从未见过他。可我一见他，我就觉得面熟啊。我有个谜语，如果你能猜得出谜底的话，缠绕在你心头的迷雾就散开了。先生，请说。雄兔脚扑树，雌兔眼迷离，双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啊？杜宾是个女的。原来是她。
将军，这条丝巾就是他的。只是此事内有波折，此女子还并不是本来要嫁给你的扬州武馆的李玉红。将军，该换药了。将军，该换药了。啊，抱歉。将军写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你看看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杜宾，你帮我看看，这字儿写的如何？哦，将军的字透着一股威风，正可谓字如其人。只是不知将军为何要写这两句？莫非是将军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之人？是啊，日前有幸识得一女子，此女貌若天仙，冰雪聪慧，让我甚是喜欢。只是我心中有一些忐忑，不知这姑娘对我是否有同样的心思。将军，你何须忐忑？这自古美人都爱英雄。将军你战功赫赫，文武双全。再说了，长得也是一表人才。任他再好的姑娘见了您，那不都得倾心相附才是？是吗？我竟如此好吗？嗯。那如此说来，若杜宾你是女子，可愿嫁我？我？将军，我们该换药了。啊，不着急，我还有事想要问你。杜宾，你向来心思细腻，正好你帮我想一想，我该如何向那女子表明心意？哦，这种事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我想，只要是真心实意，那女子便一定会欢喜的。你有所不知啊，这世间女子都是喜爱礼物的。那正好，我把那女子的画像拿来给你瞧一瞧，帮我看一看，
该送何物作礼？哦，打开看看。日前，我与那女子匆匆一面，可她的身影印在我心里挥散不去。可那日太匆忙，我并未看清楚此女的容貌。多少次在梦中，我盼着她能转过身来，让我看清楚她的容貌。我早已准备好一件礼物，你帮我看一看。我如果送给她，表明心意的话，她是否会喜欢？这是将军夫人的丝巾。你是谁？快说！我是将军夫人。理当还给将军夫人。此物，你可还喜欢？将军，我很喜欢。冰燕，你叫我子仁可好？你知道我真实的名字啊？你师父野人将上做花轿之事告知。可无论是否上做花轿，我原不去心系唯有一人，便是你杜冰燕。子仁。哎呀，舅舅，你这突然走了，真有点舍不得呀。哼，你一定得早去早回啊。我回到林州，把药材置办好，就立刻回来。行医云游四方，照顾百姓固然重要，但别让舅妈一个人待在家里，独守空房啊。你小子就爱胡说八道。评委，你先回去，我还有些话要跟杜宾嘱咐。回去吧。多保重。来，
我回去之后，你一定要照顾好将军，谨防他的剑伤复发。嗯。还有，要切记，你自己做事要处处小心，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是女儿身，君贵难为啊。干爹，你放心吧，我自己会小心的。对了，干爹，我这有遗物，麻烦你到了林州之后，帮我转交给玉壶妹妹。一定。干爹，一路平安，照顾好自己。走。干爹，一路小心啊！快点，快走！帮我看一下，人住啊！怎么样了？哎，杜宾，止血药还有没有了？止血药都用完了啊！这可怎么办？不马上止血的话，这位将士的命可就难保了。我想到了，我师父之前指着山上的黄杨草跟我说，此草虽有一定毒性，但是关键时刻可以救人性命。啊！此时此刻的黄草就是救命的良药啊！我马上士兵去采。不用了，我认得，我去吧。好，哎，你小心点儿，快压住！我找到了，啊，找到了，好，终于找到了。这附近一定还有，我们分头去找。好。怎么了，杜医生？杜医生！杜医生，兄弟忍住，有了这个就有救了，就有救了。多亏了杜医师连夜上山采的呀。先生，听说杜宾受伤了，怎么搞的？为了抢救伤员，他连夜上山采药，给摔伤了，严不严重？幸亏是外伤，皮肉受点苦。不过这孩子是真倔呀，硬是不让人碰，他自己回去包扎了。来了。杜宾。杜宾，怎么样了？平威，还疼吗？我都好多了。你也真是的，半夜私自上山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，让我陪你一起啊？来不及了，救人要紧啊。行吧，哎，跟你说个好消息，入虎学探敌情的那个小兄弟得救了。真的？当然了，这也多亏了你，及时上山采药，又立了一大功啊。这仗是大家打的，人也是大家救的，什么功不功的？反正你就是功不可没，我要找大哥帮你请功。干嘛？大哥来了，还有人跟我请功呢。对，大队人马还在外面呢，快去。是，杜宾，那我先走了。啊。来，先坐下。哪受伤了？给我看看。没事。给我看看。
还疼吗？你上山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昨晚情况紧急，救人要紧吗？让你受苦了。但真没想到，你居然还是扬州的富家小姐。其实，离开扬州，换个环境也挺好的。自从我来了军营，我才知道，这个世界有这么大，我能做的事情有这么多。现在，我都没有刚来的时候那么想家了。你一个女儿家，漂泊在外，思乡心切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冰燕，我想先送你回将军府。不，那我会被闷死的。那我先派人把你送回扬州。也不要，这边城胜利在望，我要和你一同凯旋南下。但你一个女儿家在军营里，女扮男装太不方便了。这倒是，我在军营中确实是有诸多不便。这样，明年我把军营里的告示牌给撤了。万万不可！你皇命在身，重任在肩，就不必为我多操心了。我呢，会趁着养伤之机，好好的想个主意的。好吧，但你以后必须在我的视线范围内。兄弟们，我们入驻边城，与敌交战，屡战屡胜。一靠兄弟们勇猛善战，二靠本军纪律严明。军纪第6条规定，女子不得擅入军营。可是最近，竟有大胆女子混入军营。大哥，咱这没什么女子。这个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本将从扬州娶到荆州的新夫人。带上来。杜宾。大哥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别怕。杜宾，按照军规，女子私入军营，斩！且慢！如此处置，我觉得不妥。为何不妥？她既然是将军夫人，那便不是混入军营的闲杂女子。况且，自从她入军营以来，献巧技、救伤员，大哥，就连你身上的剑伤都是人家日夜操劳、精心呵护之后才照顾好的。你这样二话不说就把人家给……反正我觉得不公平。对，不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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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国有国法，军有军规，不依规矩，难成方圆。她虽然是我尚未谋面的夫人，可她犯了我制定的军规，我袁不屈，赏罚分明。将军，您就饶了杜军医吧。对啊，将军，您就饶了杜军医吧。本将军的夫人犯了军规，本将军难辞其咎，纵容亲眷之罪，也该罚。来人，袁不屈，军棍100。大将军不可。你是我的夫人，我们本就是一体，我怎么能让你独自承受？打！将军，动手！得罪了，将军。春风绵绵，拂一叶扁舟轻轻。雨打芭蕉，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声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。是你漫天煽情，夜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，不负语，不负人间，亦不后情。将军，老朽乃义军之军师，最是遵守军纪。且听老朽一言：当年三国曹丞相有马踏青苗必须斩首之禁令。可偏偏又是丞相的马匹践踏了青苗。为了严守军纪，丞相要自刎谢罪。如果不执法，丞相又不允。后来，众军师请命，要丞相割发代首，以示谢罪。对，割发代首。不知者无罪。将军的牵连之责已然执行，此事就罢了。表情无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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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情无罪。大哥，好。今日我就效仿三国曹孟德。春风绵绵，拂一叶扁舟轻轻。雨打芭蕉，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声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
将军夫人既是诸葛之耻，一计良方，妥善亮出了自己的身份，还让嫔尉擦亮了双眼，认下你这个嫂嫂。有得亦有失，你看我这长发，不就被你无情的削去了？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，雨打把酒不及耳边的低鸣，一座城一生情，这是一曲相思所依稀，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半月明，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我伴飘零，许你满天深情，夜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不负雨，不负人间亦不负情，烟雨蒙蒙扬州行，山高水远情不离，良辰美景透出深情相依，夜雨柔柔人有意，姻缘错对须惋惜，郎情妾意此情不移。撤！刘医师，来。哎，娘子，你看是不是打胜仗了？真的哎！走，进去瞧瞧。哎，女子不能擅自进入，等一下嫔尉。哦，我这也没看见什么女子不让擅入的牌子呀。嫔尉，哎，舅妈，舅妈，舅妈！大晚上，哎呦，想死你了，舅妈！我多少年没见你了，你又长高了。舅妈，哎，你舅舅骗我说，这有什么女子不让擅入的牌子啊？哦，之前是有来着，但昨天给撤了。你来的真是时候，舅妈。这么巧？嫔尉，哎，打胜仗了是不是？啊，对对对，走，一起瞧瞧去。走走。这就是中军大帐。大哥，将军出来了。慢点啊。大哥。将军，刘先生。将军。好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夫人。干娘在上，请受冰宴一拜。哎，这可不行，杜姑娘太客气了。我们里边坐吧。好，走。来来来来。这几日战事还顺利？
顺利。哇，这就是将军大帐啊！好气魄呀！当然了，舅妈，我们这可气派了。干爹，干娘，请受冰宴一拜。哎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更何况师父还在抢匪刀下救过我一命。也请受子仁一拜。哎，将军，你们这样不是折煞我们两口子吗？快请起。我中毒箭，生命危在旦夕，救我一命，便是我的再生父母。更何况，我还是他干女婿呢。懂了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出去一趟可以呀？什么师傅啊，干爹呀，连月老的活儿你都一块干了。干爹从灵州来，不知道玉狐妹妹在齐府的近况如何？说来也是缘分，这齐家的三公子与玉狐姑娘性格相合，意趣相投。唉，只不过这齐府之上有一恶人作祟多年，玉狐姑娘嫉恶如仇，勇敢大胆，而且还有一身好功夫。她错嫁到齐府之后，正好助了齐家三公子一臂之力，两人一来二去就产生了感情。真是没想到，玉狐妹妹与这齐三公子竟有这种缘分呢。你们这就叫歪打正着。来，祝贺你们，来干一杯！祝贺你们！将军，既然前线已经大获全胜，林州那边他们二人还与恶人相缠，我想尽快处理完军中的事务，赶回林州，助他们一臂之力。舅舅舅妈，你们真是悬壶济世，行侠仗义，有点那个侠者风范啊！什么侠不侠的，我们俩就是爱管闲事罢了。正好，今晚我在军营设宴，一来为军队大捷，二来也为二老接风。来，干！试试。嘿，就一个。我教你。报！将军，传旨公公到了。知道了，这就回去。是。去就回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将军袁步区御敌有功，特敕封为定北侯，并赐婚，与昌平公主永结连理，钦此。袁将军。
袁将军，接旨啊！公公，这旨我实在接不得。啊，这月前我刚娶了新夫人，我与夫人伉俪情深，绝不负她，还请公公回宫，向皇上说明我的隐情。哎呀，将军，你何出此言呢？那咱家不过是个传旨的。哦，这道圣旨可是皇上与皇后娘娘亲传的旨意，若是将军执意不接，那便是抗旨啊！将军难道想要受责罚不成？再说了，身为男儿，这三妻四妾原本就是寻常之事。若是将军实在舍不得那位新夫人，大可以让她转做您的小妾呀。如此一来，就能够与当朝公主共侍一夫。这可是他几辈子都难修来的福气呀！将军，还是快快接旨吧。我怎可让夫人委身臣妾？袁不去做不到。哎呦，袁将军，抗旨不遵，可是杀头的大罪过，弄不好还会连坐家门，被诛灭九族的。将军难道就不为这些伴你出生入死的将士们着想啊？若是将军您现在倒了，那这些将士定会被责令发配到旁系军籍，将军你于心何忍呐？大哥，为了兄弟们，咱们从长计议吧。袁将军，三思啊！大哥，将军，这件事有些突然，你们不用担心。你们记住，皇上赐婚的事，在场的所有人不得早漏半点风声。是。去吧。大哥，这皇帝不是棒打鸳鸯吗？闭嘴！我想静一静，你先走吧。品威，你心直口快，切记，此事不可让冰颜知道。去吧。鸟语花开春空气，为一缕香追忆。一色流烟30里，竟无人怜惜。清尽出身风雨息，雁归落檀溪。评委，一叹不知你归期，而叹一往昔。你干嘛去啊？你慌慌张张的，怎么？出什么事了？我没有。你肯定有事。我能出什么事儿啊？你有事跟我说呀。别担心。哎，评委。弃恨至此都不舍一世。
你要注意修养。哎，评委，这孩子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刚才看他慌慌张张的，好像出什么事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去。好。再不说话，我真要憋死了！这皇帝真是个糊涂蛋啊！我大哥带着我们在前线拼死拼活，好不容易打了胜仗，本以为我大哥可以跟我嫂子过2天安生日子，他过来捣什么乱啊？招我大哥去做女婿，让人家正经夫人去做妾，这不是皇上的女儿就这么金贵的吗？我这……评委，你这嘀嘀咕咕的在这说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刚可听见了，什么圣旨，什么为妾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事都没有。快说！我大哥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千万不要跟别人说。我是别人吗？我是你舅妈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说。我比你舅舅的嘴严。哎呀，快说呀！都急死我了。呀，舅妈，我大哥和嫂子现在已经是2口子了，对吧？啊。皇帝颁了个圣旨，招我大哥为驸马，要把公主嫁给他，这不瞎扯吗？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天哪，这不是棒打鸳鸯吗？就是啊，我嫂子苦尽甘来，好不容易熬到跟我大哥可以结为夫妻了，哎，就在这个节骨眼里搬到圣旨。那袁将军有什么法子吗？这圣旨都压在他脑袋上了，他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哎呀，这事可不好办。评委，你说咱家谁最聪明？你可拉倒吧！你舅舅最聪明，咱们得把这事告诉你舅舅，让你舅舅想办法。走。哎，舅妈，不能再让下一个人知道了。我都答应我大哥了，千万不能走漏风声。小傻子呢，要不说你，该漏的风就得漏。走。哎，你走不走？快走！袁将军抗旨不遵，可是杀头的大罪过，还会连坐家门，被诛灭9族的。若是将军您现在倒了，那这些将士定会被责令发配到旁系军籍。将军难道就不为这些伴你出生入死的将士们着想啊？子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出来透透气。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没事儿。走吧，我们进去吧。走。子任，
我来。子任，你今天怎么心事重重的？那皇上的圣旨到底说了什么呀？说我玉帝有功，所以敕封我为定北侯。那这不是大喜事吗？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冰燕，位尊权大，未必是一件好事。有时候权威越大，反而会被权威所累。原来你是在想这个啊。其实呢，你这个定北侯，只要一心为民，忠心报国，就不会被权威所累。你说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来，恭喜将军，荣升定北侯。宦海沉浮，劫凶难料啊！平日里你倒是个豁达之人，怎么今日这么多愁善感了？冰燕，自小我就是个福薄缘浅之人。我怕享了过多的福祉后，会蒙受不断的灾害。加官进爵，实在令我诚惶诚恐啊！怎么了？那皇上的圣旨上，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事？没有。虽说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但是你没有必要想的那么多。从今往后，不管你去到哪里，我都誓死不相离。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，我只要你和我能够岁岁平安，相伴百年。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，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声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半月明。烟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，是你满天深情。烟雨无声人有情。子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冰燕，我现在有点累了，我还先去休息一会儿。那我扶你回去休息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评委，嫂子，我还得去巡逻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站住！将军已经把圣旨上的事都告诉我了。啊？他跟你说了？嗯。他特地嘱咐我，让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
嫂子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皇帝招他当驸马的事儿，他自己也是不情愿的。嫂子。袁不屈，你竟敢抗旨不遵，无视圣上，无视公主！我今日就送你二人一同去见阎王爷！呀！圣旨上的事情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我袁不屈此生难道注定要孤独终老吗？前2位夫人不幸离世，我好不容易在边城与你结为连理，却又降下这等无端的灾祸。不行，我宁可辞官回家，也绝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，更不会让你委身臣妾。子然，你不必辞官回乡，你还是应该去当你的定北侯。功名利禄什么的，我根本就不在乎，我也不会为了定北侯这种虚名委屈了你。可是违抗圣旨是大罪，我们要让皇上自己收回成命才是。你要把我送回扬州。送回扬州？你是有什么计策吗？要你把我送回扬州，只是我计策中的一环。此事只能你知我知，还有干爹干娘知。这是何意？要你把我送回扬州，这是第一步棋。要干爹干娘暂不回灵州，这是第2步棋。至于这第3步棋嘛，那可就要看袁大将军你自己的啦。不是，你仔细跟我说说。那你呀，就好好听着。子然，好事多磨，我们且再磨上一磨。真是辛苦你奔波了。我又不是去天涯海角，你我2人只是暂别。我袁不屈今生有福，能娶到你这样一位蕙质兰心、有起死回生妙计的。能不能柳暗花明，现在还很难说。凡事你多跟干爹商量。好，你放心。那我走了。我走了。